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。今天去哪里？今天我们在北海道的训川，我们会去几个著名的旅游景点：白金青池、四季彩刺丘、福田农场、尼格尔露台、福良野奶格工厂。我们将去当地农场购买更多哈密瓜。今晚我们将享用烤肉牛肉自助餐。我们先在酒店享用早餐，然后出发。白金青池是北海道著名的旅游景点。青池是作为青池控制系统的一部分而创建的。建于1988年，阻止附近石圣山活火山造成的泥石流破坏。今天池塘看起来更绿，而不是蓝色。2012年7月，苹果发布了 MacBook 系统，里面有一张青池的照片。它的受欢迎程度自此飙升，每个季节都会吸引游客和当地人。美英站就在那个方向，我们看到骑自行车的人从那里过来。花园距离青池有20分钟车程。这个地方以夏季和冬季活动而闻名。夏季时，这里有五彩斑斓的花田；冬季时，也有雪上活动可以玩。花园非常大，你可以看到这里种植了很多品种的花。夏季从4月尾开始到10月尾。花园占地15公顷，你可以租一辆越野车或乘坐拖拉机巴士探索花园。这些都是薰衣草。夏天阳光很晒，可以使用雨伞和太阳眼镜。我喜欢整齐排列的颜色。花朵被做成心形，鲜花整齐排列成一排。这是日本的插花艺术。这种做法根植于日本文化和禅宗哲学，它旨在捕捉大自然的美丽与和谐，重点关注线条、空间和象征意义。
这是享受游览花园的轻松方式。天气好的时候，还可以看到花园后面的山脉。我们买了薰衣草口味的冰淇淋，夏天就是要吃冰淇淋消暑。这里还有羊驼牧场可以参观。我们在附近一家餐馆吃午餐。这家店出售传统日本主食，有拉面和盖饭。厨师强调食材的天然风味，而不是用复杂的调味料掩盖它们。我们的下一站是福田农场，距离花园20分钟车程。福田农场也有花园，它更出名的是薰衣草田。这里还种植了其他植物和水果。这里的哈密瓜比较贵。这里的餐厅是一个温室，自然光充足。这里非常热闹，因为也是旅游打卡点。这里售卖一排排鲜橙色的哈密瓜，有2种不同品种的红肉和青肉哈密瓜。我们买了半个哈密瓜，想尝试一下口味的不同。吃完后，我们拿了把刀继续切肉。它没有那么甜或多汁，不像我们从农贸市场买的一样。我们把哈密瓜清理干净，只留下皮壳。还有冰淇淋可以尝试。冰淇淋和哈密瓜是消暑的食物。这是日本最大的薰衣草田。这里原本是一片稻田，后来被改造成薰衣草农场。花朵通常在7月初至7月中旬盛开。赏花时间为7月中旬。在便利店买了一些饮料。我们将直接去一个水果农场，满足我们对哈密瓜的渴望。我们在谷歌地图上看到了这个农场，然后开车来到这里。我很推荐这个水果农场，因为种的哈密瓜多汁又香甜。这是先试吃的哈密瓜，
这是农场的产品。一盒里有2个哈密瓜。农场向公众开放，可以开车进去购买水果。哈密瓜标明了最佳食用时间。这个哈密瓜最好在8月17日起1周内食用。店员用盒子把哈密瓜安全地包起来，方便我们携带上飞机。那些是农场的温室。我们买回新加坡，并在8月18日切来吃。我们买了1个青肉和1个红肉哈密瓜，香气弥漫整个房子，香气浓郁，甜美多汁。我真心建议购买它们。这个地方有15栋木屋，周围环绕着树林。里面的商店大多数出售传统手工艺品。白天和夏天都很安静。晚上亮灯后更加美丽。冬天的夜晚灯光特别美。这里比较适合冬天来打卡。森林也很凉爽。这个购物区的建立是为了宣传手工艺品的美感和大自然的魅力。由技艺精湛的工匠精心制作，每一个细节都体现了数小时的精心工作。这是购买当地纪念品和手工艺品的好地方。我们开车经过这家奶格工厂，并决定进来参观。当天的制作已经结束了。还有其他产品出售。这里还有一头真人大小的奶牛，可以尝试挤奶。工厂外面有一家咖啡馆和冰淇淋店。我们到达了酒店，还有一个地下自助停车系统，只需要把车停进去，系统就会帮你停好车。
我们在北海道首府札幌，与训川 JR Inn 酒店一样，这家酒店也有枕头角落，可以选择你想要的枕头类型，有普通珠子和木炭珠子，还有泡沫和不同类型的羽毛。房间有点小，但很舒适。休息室看上去是个晚上放松的好地方。休息室有咖啡机，还有我们最喜欢的大浴场。办理入住手续后，又到了购物时间。札幌现在气温为26.3摄氏度，略微温暖。我们的第一站是超市，来寻找美味的海鲜。看起来新鲜又美味，但这是常见的海鲜，所以我们没有买。牛肉的大理石花纹看起来很漂亮，现在没那么拥挤，因为清仓折扣还没有开始。清仓折扣开始后，就变得很拥挤、很热闹。Le Tao是北海道一家非常受欢迎的法式糕点店，与其他地方相比，在这里购买也更便宜。晚餐前，我们还有一些时间，可以探索一下这个区域。Donki 太拥挤了。我们稍后会吃烤肉，现在只是查看肉类价格。这里的肉量相当便宜。如果我有厨房，我就买回去烤肉。这是另一个著名的旅游打卡点。这是日本尼卡威士忌的广告。今晚风很大，感觉稍微凉快一些。我们的烤肉晚餐就在这栋楼里。我们让酒店人员帮我们预订。这里都是私人包厢，这是无限量自助餐。我们的私人包厢可以用 iPad 点餐，但没有英文菜单，所以我们用了谷歌翻译 App。巴氏杀菌生鸡蛋，用于沾肉。肉质鲜嫩多汁，
虽然是无烟烧烤，但是我们烤得过头了。这是2小时的食物和饮料自助餐，有多种牛肉部位可以选择。牛舌是我最喜欢的肉块之一。我们的自助餐配套也包含酒水，也可以点当地的清酒或烧酒。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，有很多牛肉和酒，这里绝对值得来。自助餐价格为1人4500元。我们吃饱喝足了，走回酒店消化食物。比起刚才，夜晚更加热闹了。这是我们之前去过的东基。看起来今夜还很漫长，街头还很热闹。这是札幌著名的商店街。李小路是一条长约1公里的购物街，有约200家商店。购物街从西一丁目到西七丁目。这条步行街是北海道最古老的购物街之一，历史可以追溯到1873年。走着走着就那么晚了。